可以坐慢轨火车，也可以坐缆车上雪山。看看这个陡峰可能和我在那个马来西亚做的差不多。前些天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遇到下雪，那是意外，毕竟那里的海拔才有1300米左右。今天特意到恩格尔贝格是坐缆车然后雪山徒步的，因此在保暖备用食品上都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。出发前把所有能穿的衣服、帽子、围脖通通穿上，连袜子都多套了一双。铁力士雪山位于瑞士中部的因格堡小镇，是瑞士著名的旅游和滑雪胜地，也是该地区唯一一座在1小时内可以登顶的冰川。其海拔高度为3238米，山顶终年积雪，因此全年都可以欣赏到壮丽的雪景。铁力士雪山的景色特点：世界首创360度旋转缆车，这是雪山最引以为傲的特色之一。乘坐这种独特的缆车，游客可以在上升过程中360度全方位欣赏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壮丽景色，包括深邃的冰川、裂缝和壮观的冰砾。整个缆车行程大约5分钟，期间车厢会旋转1周，让所有乘客都能有绝佳的观景体验。冰川洞穴位于山顶缆车站内，是一个深入冰川内部的天然洞穴。据称，洞穴内的寒冰已有5000年历史。游客可以沿着150米长的冰洞步道深入地下10米，感受零下1.5度的恒定温度，欣赏湛蓝色灯光映照下的神秘冰川，仿佛置身于一个冰雪世界。铁力士凌霄步道，这是欧洲最高的悬索桥，全长100米，宽1米。它悬挂在海拔3041米的高度，下方是500米深的悬崖峭壁。走在桥上，既能体验心跳加速的刺激，又能欣赏到令人惊叹的阿尔卑斯山景，是挑战勇气的绝佳选择。冰川飞渡椅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吊椅索道，可以载着游客飞越冰川，近距离俯瞰冰裂缝和冰层，直达冰川公园。在冬季，冰川飞渡椅也成为滑雪者前往冰川公园滑雪的主要交通工具。冰川公园位于冰川飞渡椅的终点，提供多种冰雪娱乐项目，如雪圈、滑雪橇等，适合各种年龄段的游客体验冰雪乐趣。这些设施通常是免费的。滑雪，铁力士山是著名的滑雪胜地，拥有超过80公里的雪道，其中最长的雪道长达12公里，落差2000米。从12月到次年4月是最佳滑雪季节，这里有适合初学者和经验丰富的滑雪爱好者的各种坡道。全景餐厅和观景台，山顶设有多个餐厅和观景台，游客可以在这里享用美食，同时饱览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景色。铁力士雪山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冰雪体验项目，成为瑞士阿尔卑斯山脉中备受旅客喜爱的目的地。
经过了2次的转换缆车，终于来到了雪山顶，就是铁力士雪山的最高处。雪山之巅。铁力士雪峰。来到山顶，看到很多地方还在继续建设与不断的修缮，真的非常佩服这些建筑工人的毅力，在零下10几度、常年4季积雪的地方去做施工建设，那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因为这里都是属于冻土层，挖开了以后，可能没过几天它又会继续冻上，因此来讲，在这里施工建设绝对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，也是一个伟大的建筑项目。在山顶四处拍照、浏览、观看，经过了20多分钟，终于感觉天气太冷了。像我们的这一种衣着是很难长时间暴露在户外的，于是决定回到建筑里面去避一下寒，喝一杯咖啡。这是第3层，哇，还是可以用欧元来结算的，只是它给了。Thank you very much. Euro bill 还是可以的。I'll give you this side, yeah? OK, Thank you. 山顶的这座建筑物一共分5层，每一层都有吃的、喝的和购物的地方，因此还是来到这里吃点食物，喝一杯咖啡，补充体能，要了一杯欣赏雪景。拿铁。Thank you. 一杯拿铁。来到雪山，再怎么也要喝杯拿铁吧，是吧？双酚伊式浓缩，不是拿铁哦，这是双酚伊式浓缩。
吃饱喝足了以后，感觉身上又暖和了，体力又回来了。我又继续走到山顶去观看雪景。很多人说，到了3000多米的海拔，就会有头晕、胸闷、气喘的高反现象，同时会伴随脸颊潮红、充血，有些会产生血盲、短暂失明。我倒是没有这种感觉，一切都还是比较正常的，除了冷一点以外。3600的雪山，抽支 K 嘛，证明我的肺活量还行。